妈，没有节假日。牛马只有驾。没事，你们去远处值守，没有传唤不许过来。妹，哥，顾家大儿子顾明礼，翰林院编修正七品。顾家嫡女顾明月，名字倒是都没变。先别高兴，我身上好像绑了个要命的东西。等会儿先说正事。妹啊，这个你得看看。哥，你是男的？我他妈知道我是男的，可系统它好像没识别对啊！你翻翻你的手，万一你也有呢？败家，给你的是败家，给我的是宫斗爬龙床。妹啊，咱俩的系统是不是绑反了？赚钱才是我的人生价值，现在系统让我去败家，如果我拒绝呢？失败惩罚，且无法回到原世界，不入轮回，永垂不朽。冷静，甲方不能得罪。行，认了。先搞清楚一个事儿，我这便宜爹到底贪了多少？我爹是和珅转世吗？3天后，皇家监察院突击暗访，顾德白贪没江州10万两水击赈灾银一事将彻底暴露，请尽快提升皇帝好感度，花掉赃银。哥，那如果你3天后没爬上龙床，失败惩罚是什么？淹了，打入冷宫。总结一下，你的系统是粉红宫斗，我的是神级败家。只要我想办法花光贪官爹的小金库，而你成功挤掉后宫佳丽3000，成为皇帝心中唯一的 top one。这开局真是离了个大半啊！月儿、李儿，我的心肝肉们，你们都在一块儿呢。哎呦，我的乖宝们，别怕，都别怕，是爹不好，让你们听到监察院要来查账的消息受惊吓了吧？放心，爹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那是吃素的吗？账本做的天衣无缝，钱藏在了一个连狗都找不见的局密死角。过几天监察院那帮堆子来检查，咱家定然是两袖清风，一清二白。爹呀，你藏的连狗都找不到，我他妈怎么花呀？天要亡我！爹，我心里没底，您还是把藏钱的地方告诉我吧。江州水患的赈灾银子一共10万两，爹藏的天衣无缝。城东义庄3万两，城北破庙2万两，西郊猎场枯井5万两，全都用油布裹了3层，撒上防虫草药，狗来都闻不出来。爹，您说那10万两全是赈灾银子？可不是嘛！所以要把爹贪来的赈灾款再巧妙花回灾民身上。爹，赈灾银子的藏匿地址，详细给我列一份清单。你要清单干什么？花什么？花钱。你说什么？不烫啊？那你是受了什么刺激？爹，我没发烧。丽儿，你妹妹是不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冲撞了？快去请道士驱邪。爹，她没疯，你就赶紧告诉她吧。你不告诉她，我们很快就要永垂不朽了。你闭嘴！你更吓人。月儿啊，你知道那10万两是什么概念吗？那是爹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从赈灾款里硬生生扣下来的。总之，那是爹的心血，不能花，坚决不能花。爹贪这些钱还不是为了你俩，一分一毫都是爹的血汗钱。爹，我就是害怕嘛。监察院就要来了，我一想到万一被查出来，咱们全家就要……别哭，好，写，爹写还不行吗？哎呦，月儿，我的心西西，你别哭，爹最见不你掉眼泪。3、2、1，哭，爹最见不你掉眼泪。3、2、1。
年度最佳表演奖，顾明月。月儿，这可是爹的心血呀！多谢爹。等等，我闺女刚才是不是演的？哥，你抄一份备份。你们兄妹俩，爹，剩下的事女儿来办。怪了，我怎么从自家16岁的女儿眼里看出了杀伐决断的气势？爹，您放心，女儿不是要败家，女儿是要帮您找个更安全的地方放这些钱。好闺女，不愧是我顾德白的小棉袄。哥，过来开会。收到。情况梳理，10万两白银分散藏在城东、城北，3天后监察院暗访，我必须在3天内把这10万两全部花光。系统提示：必须产生实际交易行为，直接扔河里不算，也不能花在咱自家身上。突然买800亩地加30匹摸上来，那就叫花钱，叫自首。所以你需要一个巨大、合理、能快速吞噬10万两，还不能让监察院怀疑的出口。没错，哥，江州那边的灾民现在什么情况？翰林院今早的敌报我扫了一眼，江州水患从半月前开始，决堤3处，淹了6个县，朝廷拨了赈灾银30万两，名义上是调往江州安置灾民，但实际上1两银子都没到灾民手里。数千灾民缺吃的，缺穿的，缺遮风挡雨的住处，缺一切能让人活下去的基础生活物资。而我手里正好捏着10万两必须在3天内烧得干干净净的白银。哥，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利民不利己的钱坑，一个让爹看起来赚钱，愿意投入更多钱财，但实际越赔越好，最好把钱扔进去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这个精准的描述，怎么听着跟我现在穿越后的悲惨人生一模一样？不过，你到底准备怎么安置城外那帮饿红了眼的灾民？很简单，4个字：以工代赈。我雇灾民做工，工资买粮食、买木料、买一切物资，钱通过交易流入市场，灾民拿到工钱买入货，你钱花光了，赃款洗干净了，系统任务完成了，完美。这波我投我妹一票。钱坑藏得更安全。我的好闺女啊，爹不过提了一嘴监察院查账，你就主动替爹找更安全的钱坑藏银子。小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穿成这样出去，让人看见了还以为您是哪家铺子里的账房姑娘。账房姑娘好，账房姑娘低调，低调才能搞事。行，出发。军爷，求求您让我进去吧，我婆娘病了，烧了3天了，再不找大夫看就……丞相有令，灾民不得入城，都滚远点，再往前一步，直接拿你下狱。没有皇帝暗中安排，谁能护着这么多灾民逃来京城？小姐，壮离里挺多的，好多都是青壮男子，还有不少妇人看着也壮实，就是太瘦了。泥瓦匠、木匠、农夫、河工，这些人不能留在城门口，得引走。走，去西郊。去哪儿？荒山。在，小姐。带人把银子运去钱庄，兑成银票，然后在京兆府衙对面等我。可是小姐，这会不会……多派几组人，多跑几家钱庄，分头兑换。哦，停车。岩石。小姐，这就是苦柚山，果子又苦又涩又小，根本没法吃。没人买的荒山，荒山好啊。位置偏僻，地价低廉，面积够大，周围全是没人要的荒地，正好疯狂扩建。行，就它了，走，回城去官府办地契。那地方土质不行，荒了快10年，官府挂牌价5000两。5000两？嘿，当然可以商量。太少了。跑腿费50两，润笔费30两，库房管理费20两，请示费100两，咨询费50两。小溪流是天然水脉，不归私人所有。我不买溪，我买溪两岸的使用权。溪对面那几亩野茶田也一并买了，2000两。7座野山的梗名费，我按每座3000两算。3万两。顾府嫡女顾明月今晨去了城西荒山，这会儿要花3万两买下那片荒地。顾相手段，故意把赃银通过高价买地分散到官府账面上，
一个16岁的闺阁女子能想出这种洗钱手段？虎父无犬女，批。他要买哪块地就卖给他，后续还想买什么离谱的东西，一律照批，但每一笔都给本王抄掺底单。朕倒要看看顾德白那个老狐狸到底想借他女儿的手玩出什么花样。姑娘，上头批了3万两，1分不少。痛快！心，恭喜宿主完成一笔交易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——普济堂。普济堂高薪招工，包吃包住，月钱优厚，不限男女老少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知道大家从江州一路逃荒过来，流离失所，吃了很多苦。我今天来是想给大家指条活路。做什么工？我在城西买了一块地，要建一座作坊，壮劳工，月钱5两银；妇人做轻活，月钱3两；老人和半大孩子做杂活，月钱2两，包1日3餐，顿顿管饱，逢加1道荤菜。第1个月工资日结，每人150文。我报名！东家，我能扛，我能搬，我一个人能干3个人的活，您收了我吧！我会砌墙，我能烧火做饭，我会纺线。排队报名，一个一个来，都有份儿，插队的取消资格。东家，听说你这招人，日结150文。你是灾民？俺不是灾民，俺是京都南城赵大柱，以前在码头扛包，后来码头。你会什么？俺啥都会，就是一顿能吃8碗饭。招了，下一个。小姐，东家，俺虽然没啥正经本事，但俺人脉广，方圆俺兄弟，连每条巷子里的野狗都认识我。你以前做什么的？帮人跑腿、传话、望风，偶尔摆个野摊卖点小东西。卖什么？卖假古董。招了，会卖假古董说明脑子灵活，口才好，以后安排做采购员，专门负责去市场上高价买东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抱歉。在下石不济，是个秀才，实在对不起，不是故意的。你是在星下凡吧？不是在星，在下只是运气不太好。在下去布庄骑一把布料分色悬挂通风，掌柜不听，没出3个月，布料全朝的发臭。后来粮铺米仓遭暑，我提议买艾草开透气窗，掌柜不听。酒楼等菜太久，我提议先备小菜，掌柜也不听。你到底毁了多少家店？50家。你说你去哪家店，哪家店就赔钱，赔得多吗？挺多的。凭一己之力干翻50家店铺的人才。你没搞错吧，东家？我是梅星，我去哪里赔钱？您真的要招我？招，必须招！你不是梅星，你是天降奇才。石不济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普济堂荒山事业部的大掌柜，月薪10两。东家，您这是在做善事还是在耍我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无用的人，只有没有被放对位置的人。东家，我石不济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了。1500名灾民劳力，数十名闲散人员，再加一个行走的败家灵气，今天收获颇丰，还剩55000两，得加速了。皇兄，顾家那丫头在城外招难民当伙计，变相安置了难民。顾德白那老狐狸是想用高额工钱把赃银化整为零，散尽民间。先吓他们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后手。石不济，后面的登记造册交给你了。东家放心，属下绝不辱命。月儿啊，今天那个买地的事儿花了多少来着？3万两。哦，3万两，挺好。就那鸟不拉屎的荒山头还翻倍，算了，日后再多捞点钱，让女儿开心霍霍。我哥呢？大少爷晌午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，饭也没用。哥。哟呵，忙着呢。掉脖子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你咋不来劝劝我？劝什么？反正你还剩最后1天时间，爬不上去也是完蛋。说说吧，又怎么了？皇帝对顾家的所有仇恨值全记到我一个人的考核指标里了。哥，你那爬床任务得快点执行了，皇帝已经怀疑我们在搞事情了。站住！翰林院编修顾之明今夜值手待诏，有一份急件，须呈皇上谕略。进。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拼了。
什么几阶？萧鼎善术。不是吧？谁当着皇帝的面？你爬朕的床干什么？朕没有龙阳之好，你最好能给朕编出个理由，否则拖出去杖毙。陛下，臣想找您讲讲都江堰的原理。水利工程，鱼嘴分水，飞沙堰一洪，宝通口引水，三位一体。江州水患根源不在天灾，而在河道淤积、堤坝年久失修，上游泄洪口设计不合理，决堤的3处全部集中在同一段弯道，因为弯道外侧水流冲刷力最大，自动冲走。对，不是人力去挖泥沙，而是利用水流本身的力量完成清淤。今天就到这儿。陛下，臣告退。明晚让那个姓顾的翰林继续来值夜。命是保住了，可明晚还得来。这么多银子，今天必须花出去。小姐，咱们这次又买什么？买人，买工期，买快。姑娘，修门框还是换窗棂？600名工匠10日内进荒山，钱不是问题，慢了才是问题。快叫人把能干活的全叫来！东家来了！这才一夜，开荒组去东坡，木工组先搭药材棚，芙蓉先登记进灶房。别乱，全按册子来。我让他管人，他怎么像要开宗立派？东家，你快看这个！别告诉我又有好事。东家，这不是普通果皮，化痰止咳，理气健脾，前朝贡品几经失传。贡品？东家，漫山遍野全是这个。徐红，这荒山不是赔钱客户，是金山。说好的赔钱。顾姑娘，好大的手笔！殿下谬赞。你认识本王？不认识，但监察院直属天子，能让他们护卫的，不是陛下，就是王爷。这片地，你打算拿来做什么？制药。这山上长着苦柚，世人以为无用，但果皮入药，可化痰止咳、理气双消水，给个六气兼补。我让灾民有落脚处，有活计，有月钱。接下来开山采果，炮制药材，造福大庸百姓。这地、这山、这上千号人，全靠顾姑娘一个人的银。这地是朝廷的地，这山是大庸的山，灾民是陛下的子民。我花的每一两银子都会花到他该去的地方，百姓稳定，天下稳定。说得好，下个月本王再来。看姑娘的制药成果是否当真如此，到时候有没有回到该去的地方，本王可是要验账的。1个月后拿不出成果，顾家还是要死。阶段性小节会议开始。好消息，皇帝的仇恨值降了。降了多少？50、500？5，从-580变成-575。士可杀，不可辱！老子他妈的不干了！哥，系统说我们完成不了任务就没有来世，只有在这里永垂不朽。恭喜宿主，皇帝好感度首次提升，解锁秘籍兑换机会1。我但凡犹豫1秒，都对不起我的学历和钢铁直男属性。兑换成功，橘红壳加炮制全工艺。等等。你买的那片荒山上是不是就产这个？那全是名贵药材的原材料啊！新任务来了，系统让我跳舞。哥，这个任务奖励是50点好感度，50点。你讲10个通宵的课才抵50点，这是捷径，必须拿下。你不需要快跳得好看，你只需要经验，比如海草舞。行，反正我在皇帝面前的形象本来就没什么可挽回的了。哥，你信我，你就保持这个水平，效果绝对炸裂。先干正事，橘红的炮制工艺，我趁着记忆清楚全写下来。小姐，这也太贵了吧！东家，厂房用金丝楠木是不是太奢侈了？普通松木便宜90%。时不济，你听说过品牌调性吗？咱们普济堂走高端路线，标准就是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东家，又来人了，1000多，从江州来的。再塞1000人进城西，3天内必出事。齐王眼线还在暗处。城西工坊名额已满，
我另有安排，回府找我哥。算了，这个回头再说，正事要紧。又来1000多灾民，不能全堆在京畿，得让他们回江州。养鸭，水患后低洼地会形成浅水滩涂，种庄稼不行，但养水禽是天然条件，鸭蛋、鸭肉、鸭绒全是民生消耗。打住，我们是来花钱的。朝廷不是拨了赈灾银吗？哥，你是不是忘了咱便宜爹都干了啥？钱没到江州，拿什么买粮？老哥，本地人吧？干啥行当的？给客人上门做鸭的。大雍朝的特殊服务行业，门槛这么宽吗？哥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废料？人家是厨子，带店500两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普济堂江州分号嘉兴事业部掌柜。什么部？发钱了，发钱了！愿意加入普济堂成为养殖户的，当场签契约，1户先发1两银子，鸭苗免费发放，长成后按市高收购。今天先开放1万个名额。让我带这么多人养鸭，这能行吗？东家，您认真的？鸭苗白送，还倒贴银子，这买卖稳赔不赚啊！老陈，我就看上你会赔，就按你原来的养鸭办法来。他懂我，他真的懂我。东家放心，我一定把家群事业部赔出，做出名堂。农业补贴，慈善性质，烧钱神器，我爱死了！他败家败出了宏观调控的效果。东家，3万多户啊！恭喜宿主达成首项败家任务，4天内花完10万两赃银。终于花完了。是啊，什么奖励？让我看看。呼吸道传染病。又向顾德白贪墨巨额药材专款，致使百姓无药可治，龙颜震怒，满门抄斩。我操！小姐，大少爷，什么操？没事，看到个大耗子，咱们得提前应对疫情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保命。高热、咳喘、痰中带血、飞沫传播，古代没防护，扩散会非常快。橘红镇咳散，我们有原料，有工艺，1瓶钱量产成药，还有多层秘制纱布，防疫药草夹层，两边缝合，关键是量产。纺车织布机、流水线，我来。月儿、李儿，听说你们去江州谈生意了，真出息！爹，你有话直说。爹今日发大财了，你俩1人1万，拿去花，随便霍霍。工部那帮蠢货做账漏洞百出，爹随便拨弄一下，又进账10万两。爹，江州治水的专款。对呀，你爹厉害吧？我花钱速度已经够快了，没想到我爹才是王者。跳舞的事已上日程。月儿啊，咱这着急忙慌去哪儿？爹，带您去看个好项目，金山项目，银子放库房里不会下崽儿，让钱生钱才叫真正的财富。闺女啊，你该不会又打爹银库的主意吧？爹，女儿像那种人吗？像，太像了。爹，您这些年太辛苦了，我和哥都大了，您歇歇吧，让女儿赚钱给您养老。好闺女，爹没白疼你。月儿，这就是你花3万两买的那个金山？你是不是被骗了？挺好，树多，绿化不错。东家好，东家好，东家辛苦。大老爷请看，此物就是失传名贵药材橘红。这东西值钱，1两可值白银10两。山上4万3千株，年产柑橘红6万斤以上，折银96万两。你说多少？96万两。爹，同样一斤橘红，从茅草棚里出来和从金丝楠木厂房里出来，客人愿意出的价能一样吗？这叫品牌傲价。有道理，那不是赚飞了？爹，现在有个问题，
银子不够了，这买卖你有几成把握？10成。回家，爹给你拿10万两。今夜准备了什么？灵渠还是郑国渠后续？陛下，臣今夜不讲秘籍。一棵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渔火飘摇摇。停！顾边钻，你最好又是得了仙人指点。回陛下说，海草治水医要顺势而为，臣自请带领工部前往江州治理水患。一个翰林边检，请旨治水。臣虽官职卑微，但都江堰原理弯道环流治沙之法，并非纸上空谈。分水鱼背的选址，飞沙堰的高度，宝胸口的宽度，臣心中皆有定数。这工程离了臣，谁都做不成。折子留下，朕看看。臣告退。陛下口谕，翰林院顾边修及工部侍郎以上官员早朝后留于文华殿议事。怎么又有我家孩子的事？顾边修，你去过江州几次？一次就敢写这种大胆建议？前日去过一次。工部修了30年都没修好，所以30年都没修好，是你们技术不行。飞沙堰堰顶高度要低于内江正常水位，高于枯水期水位。堰体用竹笼装卵石，造价低，施工快，冲回也能补。这是什么算学？赵大人，您30年没修好的堤，不是匠人不行，是算法没跟上。赵培，你觉得这方案可行否？回陛下，部分理论臣前所未闻，但值得一试。你说半年内根治江州水患，臣说若不成，升顾员为领堤水利督造使，每月回京述职1次，把你那些新发现的秘籍也一并带来。批了，批了。好感度呢？跳舞减了50，竞奏又减了5。看来海草舞威力不小，我哥魅力无穷。闭嘴！就这牌面，助人都绰绰有余。东家，鲁大将的人收尾了，尾款按契书结了。谢过东家。2人管进出账，2人管库存和月钱，所有账目一式3份。我爹的规矩是我爹的规矩，到了我这里只有一条，账面干净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分管8道工序：清洁、蒸煮、烘晒、翻碱、配药、熬煮、封装、陈化、仓储，一道一跳，不能乱。东家，要是前头那组做砸了，送到我们这组怎么办？好问题，交接先验，不合格就打回上一组。哪道工序出问题，就追哪道管事。任命文件。东家，升我做2掌柜。月钱8两。东家放心，时不济一定管好锅坊，护好秘方。我外出之后，橘红事业部全权交给你2人，每天1封信送到江州。3订脚踏纺车，效率至少是现有纺车3倍，就是一台撑死2两银子。精英班子第2次工作会议现在开始，橘红商业部稳住了，爹那10万两我也拿到手了。这系统是不是专门来羞辱我的？嘿，这个地图不错，河堤哪段容易渗漏，一目了然。交通拥堵情况都有，这系统终于干了点正事。1个月后，皇帝好感度贺礼500。恭喜哥，这次不用阉割了。我现在负570，失败就是1007。没事，亲手准备一份贺礼而已。任务没限定，也没说皇帝必须感动，所以随便做个东西送到就算完成。对，明天动身去江州。李儿啊，你真要去江州治水？对啊，圣旨都接了，能不去吗？治水钱一半进了我腰包，这孩子怎么还自己往火坑里跳？罢了，你想去就去吧，遇到难处就给爹写信。江州官场水深，别一个人硬扛。这里是2万两，带着应急用。我拿这钱，我妹任务量是不是又要涨？饭菜都不香了。
避开城南渡口，绕西桥，能省半日。奉旨办差，威风的很。8万两，朝廷30万，咱爹先摊10万，户部扣3万，工部扣4万，江州知府直接结5万，理由叫地方行政协调费，钱不够，工程烂尾，背锅的是我。哥，你先去工地勘测选址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你能想什么办法？去买纸墨笔砚。是。写家书，皇帝能查到咱爹，难道查不到其他人？当然是让爹去搞钱。老爷，是小姐从江州送来的急信，公伙说小姐哭着写的。好啊，一个个的敢吃访比我难看。更衣，穿朝服，进宫。顾大人在不在？在下江州知府何元朗，特来拜访顾督造使。顾大人，下官来迟了，罪过罪过。先前账目交接出了毛利，户部工部洽额也一并代付，12万两，一文不少。昨天不是说地方行政协调费概不退还？下面人奉旨治水，哪能让您为难？监察院已查是顾德白贪瞒超运，黄国自和迟迟不动手。张乐里用的宵夜恶，还会有下一个顾德白。百姓恶还是恶，该死还是该死，不只是不能女死。顾家丫头拿赃银办阵，顾明知县能服算。臣弟明白，继续盯着。派眼卫去江州保他们性命。那2个人现在还有用。他第一次入宫值夜，爬上了朕的龙床。什么？然后躺在朕的枕头旁边，给朕讲了一夜水利工程。都爬上龙床了，竟然是在讲水路。陈掌柜，我们家鸭子腿都跑细了。瘦才对。你见过跑山鸡没有？满山跑的鸡，肉紧不紧实，香不香？每天赶鸭子跑3趟，下水游1趟，跑不动就养条狗，让追着鸭子跑。罢了，回去养条狗。陈掌柜对养鸭标准很严格啊。3万2千户全登记完了，成活率92%。你需要人手，从养殖户里挑片区负责人，1张白纸最好写字。咱们养的鸭皮脆肉紧，油脂少蛋香，汤都是清凉的，50文1只。精品就该卖精品价，你定标准，你验收。东家，我有个想法，咱们能不能也自己烹鸭？卤鸭、烧鸭、酱板鸭，利是翻着赚的。不，他不想利润翻倍着赚。不过组团队要花钱，做品牌要花钱，规模扩大还能问爹要钱。给你拨500两，组建制鸭团队，产品做法、用料、工时、定价全列清楚，流程标准化。东家放心，我保准办漂亮。这布是你织的？是。客官看看布料吗？棉纱捻得很紧，普通纺车做不到这个密度。你改过捻线冲洗？苏婉，我那侄儿刚走满1个月，热孝还没脱，你就忙着摆布做买卖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沈家的规矩？这布庄是我娘家的陪嫁，跟沈家没有半文钱关系。哼，嫁进我沈家，你的东西就是沈家的东西。我不交。这布庄是我往后吃饭的家当，你们想拿走，除非我死。你谁呀？他的事我管了。把布庄契书交出来，铺子里的布匹、纺车都留下，我给你2两银子，你卷铺盖回娘家。你若不交，我就去官府告你谋害亲夫，贪占沈家家产。娘家败落，无子无遗，他们今日是要逼死我。你刚才说要去官府告他谋害亲夫，夺他铺子，正好我也想去趟官府，当着官差的面把刚才那番话再说一遍。我倒想看看大庸律法到沈家便是不是就不揍我。这丫头年纪不大，可这气势得罪不起。你给我等着，明天我还来。先救最容易毁的，再捡干净的，他做事分得清轻重。多谢姑娘相帮。你这布一天能织多少？能进去看看你的纺车吗？姑娘想买布的话，我搬出来给你挑就行。我不买布，我想请你做一门生意，替我织布。不，是替我带一批人织布。姑娘是看我可怜才说这话的。你觉得我像那种因为可怜谁就掏银子的人？纱线捻度高出市面棉纱1倍，
却没有断头，经线密度多了3成，重量没明显增加，都改了。所以我找你，是因为整个江州能把棉布做到这个水准的就你一个，我不需要你一个人织多少。我需要你管理一支队伍，拈纱的人只管拈纱，上巾的人只管上巾，打位的人只管。是我想用，这法姐手管不同，但碾烟纱的人粗细有差，织布时衔接不上。如果纺车本身能控制纱线粗细呢？传动比固定，卫棉速度固定，谁来踩都一样。纺车自己控纱，这不是手艺，是造器。敢问东家大名？普济堂，顾明月。东家里面请。铺子窄，没有好茶。这铺子你别开了。这种藏在巷子里的小作坊女工配不上你的手艺，也困不住你的本事。我要在江州城外一座2000人的纺织工坊，第一期先纺织事业女部大掌柜，咱们做成大雍第一纺织工坊。我起早摸黑织布，好的月份也不过2两，还从不是我的。东家，我现在仍是沈家妇，怕连累您的生意，我找人去跟沈家谈，拿银子把你赎出来。东家，日后我苏婉便是普济堂的人了。小姐，苏掌柜到了，拿着看看。东家，您救我于水火，我苏婉从此便是您的人。2000人工坊，现在这里，厂房建在这里，坐北朝南，东边做晾晒场和仓库，西边靠水沟，做浆洗区，土是干的，底下不潮。纺车和织机最忌潮，这块地的地基没问题。如果要求每月2万匹棉布，需要多少台机器？2000女工满规模，需要弹花工50台，改良纺车1200台，织金柱500台，公务用品500两，启动资金500台。今天先拍3万6千两出去，还剩8万4，得抓紧。织布，织布。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以后还嫁不嫁人了？伤风败俗。3两银子包吃，竟然也没人敢来。饿不饿？想不想吃大肉包子？一人买2个大肉包子，吃完来找我，我有活儿给你们，能赚工钱。东家，你要让小叫花子帮忙招工？不是招工，是造势。想不想吃大肉包子？想。能带人来的得20文工钱。20文，这么多？去茶馆、米铺、码头、菜市，不用跑腿，只要聊天，或者凑在一起大声聊天。聊什么？我教你们。哎，婶子，您听说没有？那个特别难进的普济堂又招工了，月前3两银，包吃。3两？真的假的？那不是比码头扛大帮的还多？谁成功介绍1名女子过去报名，就能得10文推荐费，2只阿对儿去赢下去率走，像不小心说漏嘴。东家放心，这种事儿我们门儿清，比真话还像真话。这就是苏记布庄，这是我家二丫头，手脚贫快，吃苦耐劳。掌柜的，我介绍了3个人，是不是给30文？东家，排队的就有300多个了，今天只录50人。凡是录取的女工，当天领取入货福利。我活了40年，头一回干活，东家还给我发猪肉美面。谁家娘子能进苏记布庄做工？那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工服、猪肉米面、推介赏金、包子工钱，加起来不到22两。明天让那帮孩子再跑一趟，不戳心窝子，他们出不了家门。第1期名额200补录，可先做预登记，不保证录取，先学理论。最后考核，合格者签普一堂契约，10日后机器入场，4场机操。是，东家，开始大批量采买棉花，你可有渠道？有。江州做棉花生意的，还有我娘家那边的棉商，我都打过交道，直接把农户都签下来，大量收购，有多少要多少，没有上限。东家，咱们吃得下这么多吗？日后棉布的需求担会远超丝绸。是他派你们来的？齐王府影卫15。替补？影卫？主子说我们中毒后脑子不太够用，但武功强将，凑合用。我操！明月快过来，有人想取我们狗命！他俩搜啥呢？搜你养的狗。15，你总瞪着我干嘛？主子的命令是让我盯着你。字面意思上的盯着，人体物里外八监控摄像头。河道第1期已经花出去6万两，但上有水急，普通木桩打不下去，我要上石头陈枪，至少再加2万两。缺的钱从我这拨2万两，
再以普济堂名义建个码头，方便漕运和货物运输。水患后没人要，地价低得像白送。等你治完河，这些地花钱价值翻倍，你就这身打扮出门。在下这一身乃是王府标配的出勤戎装。公伙，给他换身寻常短当。灾区没有经济金闸。小姐，这地方也太寥落了，连年受灾，百姓找不到生计，地方拉不出几个税源，这样的地方，小姐想要？这一处是废宅基，原主欠了一屁股债跑了。这一处是及时旧址，从前赶集日热闹，现在草比人高。正常5两1亩的临河宅基，现在1两5，赔钱货。等堤坝修好，全是捡漏。顾小姐，清水县这边63块地，总计1800亩，合币14500两。评个零头，15000两，成交。若觉不妥，日后多照办普济堂。东家，本官代清水百姓谢你。小姐买荒地是为打发贵重空虚。本官代清水百姓谢你。小姐买荒地是为打发贵重空虚。小姐买这么多荒地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建商业街。这笔交易数额不小，白鹤县需要走正式官地转让流程，需要几日？另选其他。我等大人3日，3日后没回话。买，人东家挑。他那破驴祸害了我小半旗子萝卜，再有半个月就能收了。张叔，您先消消气，驴又不认路，他哪知道您的萝卜长在哪笼？半球萝卜大概30来斤，按市价7文1斤。李二嫂，您是赔200元，还是等您萝卜熟了匀张叔30斤？不偏不倚，还能算账出方案，这人有点意思。张叔，李二嫂的事算了，那隔壁巷子的水沟怎么办？从赵家墙根到巷口，一共17场。淤泥堵了3处，最深的那段到膝盖，沿河4户各出1个人，挖半天就通。挖出来的淤泥填西边塌了的地基，一举两得。公伙，顾小姐在街上。停一下，跟上那个人，看上一个男人。爹，药煎好了没？家境窘迫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去打听一下这个人的底细。请问温先生在吗？方才张叔和李二嫂的事，请问姑娘有什么事？你半挑萝卜30斤，7文1斤，张嘴就来，说明心里有本账。水沟17丈3处，说明你亲自量过。挖出来的淤泥填地基，一举两得，说明你不光会调停，还会算成本。姑娘夸奖了。不知找在下有何贵干？假设你手里有一条商业街要经营，沿河县3个千户居民有地界纠纷、租金争议、水源分配、摊位抢占、邻里口角，说让你维稳，你怎么管？先分区，新商户给3个月免初期，码头不下自选可靠独立划片，水源和地界已管事，做骗住户生可以退，但要提前登记。邻里口角没法杜绝，画成图只能靠管事平日多走动，有苗头提前压下，真闹起来，两边各退一步。200人太少，先雇2000人。2000人？2县百姓尽数招揽过来，不管老少，只要愿意加入桃花源事业部，全部签下。东家胸襟，验知此生未见。倒也不必这么认真。这日子是啥伙计？穿上普济堂发的衣裳，坐着剥豆子也给20文。我这就回去把我娘和3个崽孩子带上。赵老三一家5口，契书收好，明日一早去城南领木牌。下一个，普济堂这是真招百姓做工啊！我东家说，有多少百姓就要多少，把衙门里所有能写字的文书全叫出来，去外县难民营喊人。前几日是本官有眼无珠，白鹤县全部地质册我已带来，手续全免，地价由您说了算。实在不巧，清水和柳桥2个县的项目已经铺开，现有资金全部排满，白鹤县的事暂时排不进去。当初大人让我等审批，我等了，如今不过是让大人也等等罢了。顾东家，这是2县最新回流人口登记补册，请您过目。食料供应也已协调，价格比市价低2成。银子永远流向最配合的地方。手抬高，沙线要斜着进路子口，不是直着怼。反攻一次扣1文。第一批200人基本功已成，明日正式上机，候补200人7天1轮，后续老带新。东家，这是何物？口罩，3层结构，全部入库备用。不行，棉花太实了，透不过气来。我有办法了，阿爷，拿最细的桑皮线。阿月，把生棉送来。东家，再试试。
2个月后，这巴掌大的一片布就是保命符。就按这个标准，做出来多少全部入库封存，没有我亲手盖印的调令，一个都不许流出去。好的，东家，普济堂活钱给的是真多，可就是太远了，要是有牛车送一送就好了。通勤拖死效率，还有安全隐患，6000两突然不难花了。供火备车，去江州西市口马市。对，我要买马。哎呦，这位小姐一看就是做大买卖的主儿。我来买马，后面必须带大车厢。你这牙行里有多少，我全要了。小姐，现成带箱的也就20来辆。不够，我要100辆。牙口不超过12岁，能负重无300斤，行走20里不发喘。小的就是把裤子当了，也给您凑齐。3天先凑100匹，剩下5天内补上。100辆车，200匹马，200个车夫，草料维修全是钱。普济堂工人免费，这东西越开越亏，普通摩打亏的越多，完美。这是什么？公教交路。小姐，您要经验了道的车夫不要？说来听听。老张在家不？钱掌柜，什么事儿？普济堂的东家腿断了，活没了，马鞭马鞍还不落灰，他不甘心。车型非要把2车2压1辆车上，我说超重，东家不听，塌方路上车轴断了，我腿折了，还扣了半年工钱。我建一支车队，100辆车，200匹马，200月亲自赶车，替我管调度、路线维护和车夫，职位普济堂交通事业部队长。东家，张罗这条命往后就是您的。小姐又看上了一个瘸子。将中间加缓冲，路面颠簸时息调震动，车里的人就不会被颠得5脏6腑移位。车厢统一漆普济堂，夜间挂灯，车里配水干净不积。这配置比知府大人出行的官轿都讲究。花钱改车队，换伙计，每天多2个时辰干活，这比这样划算。恭喜宿主完成阶段性任务，1个月内花完12万两银。皇帝万寿宴上，梅妃在御用饮食中掺入秦骨之药。这耿直又是哪位？宫里的隐卫统领。这个太医才是防疫关键，薛仁不能倒。我翰林院跟太医院也搭不上话呀。哥，我有个办法。我他妈是直男，你该不会想让我去勾引他？应急之策嘛，10万人的命啊！制作一份生辰礼送给皇帝。皇帝喜欢什么？陛下什么都不缺。王爷经常给陛下送画。画画，这个我会，我还得过奖呢，未来之星。哥，你这个奖……幼儿园的。作画是我的特长，手到擒来。编修挑灯作画，准备送给陛下当生辰礼。他若知陛下根本不会看，该多伤心啊！谁成亲了？这不是咱们府上吗？李李啊，你这次江州干得漂亮，连陛下都说督造是尽忠职守，朕甚慰。拿着，1人2万。爹，哪来的钱？下面人孝敬的，加起来5万两。本族超斩！爹，我在江州古寺求了签，老过之说您今年财多压身，不利福寿。我女儿长大了，知道心疼爹了。银钱放库里压福寿，不如放我这周转，还能替您赚钱积福。剩下的1万两你拿去。5万两不是问题，问题是爹的小金库里还趴着将近8个亿。莫非是想万寿宴上动手脚？翰林院编修顾明礼，恭贺圣上万寿。什么贺礼？在下的亲笔画作。回来了，顺利的很。礼部书办展开我的画时，那个表情，震撼，绝对的震撼。行，任务完成了吧？先看奖励。这系统有病！我选防护甲，物理防御实在……哥，万寿宴上要让皇帝全程不碰吃喝，你一个7品编究怎么拦？
你得选魅惑术。薛仁要是死了，2个月后就是10万人。滚！听闻翰林院顾边舅今年亲手作画为贺礼，不如一观。此画作何解释？回陛下，此画名为《万马奔腾图》，马在哪儿？奔腾过去了。不用技能，更待何时？顾边兄，你这幅画倒也别致。陛下万寿无疆，臣妾酿制了3年的桃花醉，愿陛下龙体安躺。误闯天家，劝于放下手中沙。朕今日兴致不在酒上，这酒先搁着吧。陛下不饮酒，这道桂花糕最适合垫垫肚子。酒拦住了，高高也可能有问题。再来。人出海的脸，站姿张牙舞爪，十面埋伏。朕晚间用了些点心，眼下不饿，撤了吧。顾边修是只男狐狸精吗？陛下，臣妾在寒芳殿备了一份特别寿礼，只适合陛下一人独赏。宴席我能搅，关上门我怎么管？得把皇帝今晚时间抢过来。寒芳殿的寿礼改日再赏。顾边修，今晚来御书房见朕，朕倒想听听你还能唱出什么花样。今晚唱曲早局，拦酒拦高拦人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臣近日得仙人托梦，这是蛊毒引子。陛下，彻查梅妃母家。承恩侯府上下一个不许走脱。顾边修，你那位仙人的 VIP 特效暂且不论，朕倒好奇你肚子里还有多少奇怪唱曲。皇兄，要不给顾边修一个名法？可不必，你还有别的事。臣的妹妹近日钻研药理颇深，想请薛大人闲暇时去顾府顾相家的千金。准了，薛仁活着，10亿防空3论就还在。疫情初期7到10天空窗，死的都是底层，铺面就是撒钱。可在京都300两，石灰400两，监察院的眼睛能把人扎出窟窿，得有进项。前堂卖药，后堂救济，哪怕亏也要亏得像正经生意。丽儿啊，怎么样？陛下没有责怪你吧？没有，闲聊了几句。薛仁保住了，接下来明面学医，暗中对接防疫。小姐，这是主子给您配的师爷，以后您花钱，他跟着记。阴阳账本还没执行，集团审计就来了。粪污和饮水混流，人畜尽居，通风为零。就这种地方，不报疫病才怪。老砖结实，地基没泡水，前院搭棚做药膳堂，后院隔2间库房。东家，这条巷子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在这儿开铺子，您这是不打算赚钱了？陆先生可听说过帝都的大运财位？东家，这地方真适合开药铺。陆先生，你只看见了破瓦巷的表面，这巷子东南入西北出，水口收在坤位，坤为地，后土养人，门开正南，背靠北墙，目入火地，是借火炼药的上上格局。你还会占卜看卦？略懂。哎，小姐，这铺子原先是油铺，老板跑了，300两，只卖不租。东家，钱不能这么花。破瓦巷3年前2间半铺子成交92两，今年还跌了2成，3间带后院最多130两。成，过气。工期紧，做的像样些，1000两先支给先生。东家不用那么多，这些活计300两足矣。这就是带着高级审计的效果，每一分钱都给你精打细算。那就有劳陆先生了。来，大唱。这药贵多少？12两，原价少说50两。我是真不需要他替我捡便宜。靠北墙搭2头长架子床，一排睡10人。再往西沿，满铺能住80到100人。通铺一堂嘛，总得收留无家可归的人，职业伙计也得歇脚。这个规模不像做善事，更像在为什么事做准备。东家，这分量，您是要开药铺，还是要给半个京都城熬药？流年不利，咱们屯药镇风水也是望前卫。一堂做的是长线买卖，黄芪、板蓝根、苍木、藿香，全是1瓶方子里的常用药。东家，
17味药材已采购到位，实际支出37000余两，比预算省下近3000两。辛苦，一堂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善事，先生莫要纠结数量。这写了啥？普济堂招杂工50文一天，还管饭？女的也要不？要。老人呢？不限男女老幼，能干活就行。10个人一队，选能数到100的当队长，每队领1捆普济堂竹签，干1天活记1根，丢了签子扣工钱，伪造签子除名，永不录用。石灰、窗纸、铁钉、草木灰，用多少领多少。床底烂布烂草全拖出烧掉，完成整顿行补，每户按人到村获发30万金。我在这一上午，顾家千金又干了什么？一条巷子的卫生用得着雇300、600人？粪水和饮水混在一起，苍蝇比人多，巷子不收拾，铺子迟早出事。工部和京兆府都没做成的事，他倒是给做了。这是什么？护理服，先做2000套。王爷，顾家小姐雇600杂工，囤几万斤药材，又订2000套护理服，属下实在看不懂。既然管不过来，本王给他派10个人，挑10个可靠的退伍禁军，扮成护院过去。东家，属下算着日子就知道您该来了。东家，我们试过药效，普通咳疾3天好，肺痨半个月明显好转。竟有如此神药！这一仓3万斤，后面还有4大仓库，总共15万斤。15万斤？这橘红乃镇咳化盘奇药，定价1两金1斤，现在已有医馆出2两金求购，咱们货量充足，随时能卖，就等着数银子了。东家大财，布局稳妥。大事不妙，照这样下去，可能要赚大钱。史不齐太认真，必须调子。史不齐，你这个月干的不错，重要的差事，去破瓦坊，接管橘红药堂。东家，你让我去做店铺大掌柜。东家，小六才8面玲珑，能说会道，善经营，让我去经营店铺，您确定吗？时不济，实现你真正价值的时候到了。新品上市，由你去做掌柜最合适。小六这样的人才更适合带大团队。橘红事业部交给你之后，还会扩编去销售，销售管生产。这样东家安排，属下照亏办。这是600两，去找窑口定制2万个竹筒杯，拿来装橘红镇咳散。东家这是准备把药熬好了售卖？1杯1份，拿到手就能喝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走吧，回城。来，打开信息。苗疆古尸，上回给梅妃提供请蛊那个老头。日军破败，病源很可能是苗疆那个老头。承恩侯家囤药抬价甩锅，他们杀的不是咱们一家，是整座京都。听说京都最近出现一名神秘苗疆蛊师，身上带蛊虫，还带病毒，也不知他身在何处。真希望能找到他。蛊师藏在京都城，应该传出去。哥，你会做点心吗？意念中是会的。他做点心，那我就做道菜，川菜、鲁菜、淮扬菜，我吃了10多年外卖，什么菜没见过？哥，大庸没有番茄，没有地瓜，没有酱油，也没有辣椒。顾边鸠是准备给陛下亲手做饭时，哼，别有用心。有心了。小姐看上一个如蛇蝎般的苗疆老男人，小姐想要得到他。石灰水刷墙、刷地、泼沟渠，这是治疫最管用的法子。婶子，衣上量高处，别搁墙根阴着。小的，顾公子教过的，要见太阳。明月，薛大人来了，东家在后院，小的带大人进去。江州治水还赶工期，我就不陪薛大人了。我这妹妹说话直，您多担待。这药铺有点意思。第7队到第10队负责东段，每段留2个人巡查，卫生不达标当天整改。水井每天早晚2次检查，发现浑浊或异味，立刻封井，从备用井取水。东家不是商量，薛大人来了，是死规矩。薛大人，您跑一趟。顾小姐，老夫有一事想问，小姐是在预防10疫吗？我这开的是一堂，城南几千号人挤在一起，水源不洁，若不提前备药，事到临头就不是治病，是收尸了。这个名叫口罩，是防止飞沫传染的。飞沫传染？
是何意思？人说话、咳嗽、打喷嚏时，从口鼻喷出的细小水处看不见，却能带着病气，能挡咳疾类疫病传播。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这都是你想出来的。队伍预计600人，分成3个队，1队排查隔离，2队监要分发，3队转运善后，衣物、排泄物、尸体怎么处理都要有章程。大人有经验，太医院我有人、有药、有地方，但没有经验，这一块只有大人能教我们。老夫有个徒弟方鹤年，23岁，笔试第2，实操第1关，就是嘴笨，不讨喜。我愿每月5两银，请他坐堂。先生可是前来坐堂的大夫？窗户朝向不对。病患若安置在此，风一刮，病气倒灌中堂，这排双封死，改开南向。接着治疗废物分开，药渣挖坑全烧。掌柜，改是不改？改，马上改。第一组辩证分流，起！手肘抬高，腰别塌，走不了3步人就滑下去了。错！接触患者衣物，不洗手就碰隔离区门帘，等于白隔。下次再忘，扣钱。东家，橘红药堂开张半个月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咱这店门连只苍蝇都没飞进来。无妨，苍蝇没来是因为门口环卫队清理没了，而且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橘红越陈吧，药效越好。东家不怪属下没赚到钱。是大掌柜，我们要厚积越薄发货，要站在品牌高度看市场，要学会主动把弊端摆在客人眼前，让他们自己选择。普济堂橘红药庄，这店铺东家也是妙人，竟然把店开在这破地方。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谁来买药？二位公子，我家货太昂贵了，二位未买得起。我劝2位还是早些离开吧。不愧是干倒50家铺子的男人，这份天赋浑然天生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我家货太昂贵了，二位未必买得起。买不起就滚！二位公子可有咳劲？装货。给爷来10斤。看来他比你有钱。10斤算什么？给爷来20斤。陈公子，二位公子，要不各退一步，1人50斤如何？那就50斤，那就50斤。小心轻放，贵客慢走。不是，你们花钱这么随便的吗？只有1两金1斤的名贵药材才配给贵人们使用。东家，2位公子说，若药效神去，就带朋友来批量购买，我们要发财了。小姐不高兴，小姐不想赚钱。怎么会？今日赚了100两金，也有1/5的功劳。今日小姐冲属下回眸一笑，属下怀疑小姐想要得到我。有点上头。小姐，这么多客人，公伙从后门进。今日没了，明日也订完了，最早3个月后。东家，扣除全部投入，人工、药材、装修、杂项，净利润97000两。黄钱3000，板蓝根5000，甘草2000，去旁边免费抓药。一堂越出名，冷面神医和憨厚掌柜成了普济堂最好的活广告。东家，橘红事业部加急送来的月报。他不是销售型人才，他是千年难遇的人力资源大佬吧？陆先生，我要给虎卫们发赏金。如果我把你当牛马一样使唤，你拼死拼活驮回粮食全进我的口袋，我吃香喝辣，你只有一把草料，你甘心吗？本次赏金共计31000两白银。明日一早去京兆府交税，按照最高标准、最高钱量交，少交一个铜板，我拿你试问。我的乖女儿回来了，听说你橘红药团半个月净赚进10万两，我家月儿真是商业奇才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！这是女儿孝敬的第一笔大钱，5万两白银给您花，随便花。你给爹钱花，我家月儿出息了，会反哺老父亲了。死银子引祸，活银子保命。您是让赃银躺地窖里等人翻出来，还是让女儿帮您洗干，变成正经买卖本钱？跟爹走。20万两你自己拿，像这样规模的银库，爹还有20多个。下个月就是京都疫情爆发，我还要拦着爹不能贪防疫银，哪有空找烧钱项目？求求你们别再努力了。师傅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闭嘴，下一个。3天后，梅妃会送点心去御书房，皇帝一吃就会染疫。哥，想留住皇帝，先留住他的胃，你得跟梅妃抢人。我不想抢皇帝，